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主办单位之一的玉基杨中奇总经理 George 为我们开场，并分享此次 ATD 2019学习返台后的专题演讲。掌声欢迎！谢谢大家今天下午的时间哈。那很高兴我们刚刚有几位一起到 ATD 的伙伴哈，大家一起交流，有一点像在办同学会哈。那今天的讲次很紧凑，因为每个讲师只有45分钟哈。那我想我就很快速的把蛮丰富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个 review。好，那如同我们在活动里面我这边提到的，其实在学习科技上，我借助 Hypercycle 好来帮大家梳理什么是学习科技的热潮，什么是一个理性的跟务实的一个运用。好，那我每一次其实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我都是带着问题出发，就是工作上的，好，我需要遇到的抉择或需要精进的主题。那我这次出发的时候，我带了这几个题目。好，那红色的是今天会做分享的部分，好，那是比较有收获的。好，那我想我很快速的往下去，好，再带。那第一个在 Hypercycle 哈，我有做一个问卷，大概收到大家对于这个的议题哈，有一部分的理解，但是还是有大部分对这个部分有一点陌生。那我很快速跟大家 brief 一下。那 Hypercycle 其实是 Gartner Group 在1990几年就定义的，帮助在这个科技的浪潮底下哈，去梳理什么是这个过度的过高的期望。什么其实走到泡沫化，但泡沫化呢，有可能透过一些应用的成功的案例跟好的 service 的 model 跟产品，进一步拉到所谓的爬升的光明期，到最后期待是一个叫实质生产的高原期。好，那基本上它这个 model 呢，其实有几个角度哈。第一个常常从第一代产品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它是比较贵的，客制也比较多。但是呢，在这个有限的这个需求跟比较不足的这个应用的模式底下，常常造成的是这个取高和寡，最后就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好，那到第二个阶段呢，其实开始有一定比例的导入之后，第二代的产品以及一些价值跟应用，因为很多的科技的应用不是只是科技本身，它牵涉到是一个变革跟应用模式的改变，是一个方法的改变。好，那到这个阶段再往下，其实会有一些好的方法论跟比较成功的案例的分享。好，那会有第三代的产品。那到这时候呢，通常产品的成熟度、应用的模式都比较 OK。那从而呢，其实最终我们会看到，其实当这样的新的科技目标的客群有20到30% 导入，那我们可以称为它已经走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好，等于加入这个科技贡献这个不管在经济或者人生的这个部分。那各位如果用 Google 去 search Hypercycle， 你会收到2006、07、08每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表，那它都会去标示什么科技大概还要2年或5年或者10年。好，那但是你会看到这些科技有时候是在媒体上面是非常热络的。好，那针对这样的内容，我其实在2017年的5月24号有借助这个我们在 HR 的领域里面这个所谓的学习科技，这个有一家公司叫 Webcourse Work， 那它基本上其实有做这样的一个分析，我有当年就做了一个review， 那各位可以在官网看到这篇的文章。那2019年我出发之前又借助他在2019年的这个分析呢，又做了一篇。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也把这样的内容透过一个短的视频，大概差不多6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快速的 brief。好这个也在预告我要出去之前，其实我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来检视学习科技在美国这个大的 ecosystem 底下来检视它的状态。好，那在我们系统里面，在新的版本也增加了一些功能，各位未来用我们的系统可以有上传多国语系，因为各位可能未来进南向或者其他有一些课程，你希望他们能够快速阅读，或许翻译成当地的语系，直接可以让他们可以阅读，是一个好的方法。OK， 好。那2016年呢，当年他们在定义这个 Hypercycle 的时候，认为 Blended Learning 已经走到的这个阶段。那 Mobile Learning 那时候在这个位置。那这样的图到了2017年，他们认为 Mobile Learning 已经走到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生产的高原期。那你会看到，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学习科技，它就在这一条线上在轮动。
好，那对于一个我们在学习科技的发展者，或者各位是学习科技的应用者，好，那你要有一个高的投资报酬率跟一个成功的选择，那这个曲线可以帮助你在做选择上做一个参考。那2018年呢，他认为在教育市场，好，是教育市场不是商用市场的 MOOCs 已经走到了这个高原期。好，那有几个在后面排队的 gamification 啦、API、XAPI 啦等等，那很有趣的哈。2019年他们改变研究方法，前面是用专家法，2019年他们用大数据的方式去分析这个学习科技的浪潮，那重新定义了。结果呢，在这个定义底下，好像刚刚提到的 mobile learning 退到这个位置 ，gamification 退到这个位置 ，micro learning 到这个位置。好，那当然对我而言，其实我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去美国的这个路途来检视这些他所定义的内容。那这一次他用的方式是用 Twitter 上面的这个讨论的专业的这个 HR 的工作者或者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热度，所以会看到 AI 是被认为到了非常高的热潮。好，然后呢 ，micro learning 他认为那个讨论的深度掉下来，其实可能在到了这个泡沫或者缓步的爬升。然后呢 ，gamification 修正很大，那从原来接近要到生产力又掉回到谷底。好，那我也想去厘清。然后包括 XAPI， 其实讨论的声量并不高，可是评论者认为它已经接近于这个光明期，很接近了。那我对这个事情我也是有一点 question， 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想去理解。好，那对于 mobile learning 呢，声量很低，但是是微高的，他认为已经到了高原期。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那是我想这是我这次去的一个逻辑。那我们回归到这个表。那我这一次参加，我等一下下一个场次就会谈 I4CP 这个组织，叫 Institute for 这个 Corporate Productivity 这生产力的这个组织，它survey了在美国的388个这个 HR 的专业工作者，发现了一些数据针对企业在应用哪一些的学习科技是有产生比较高的价值贡献，做了一个排序。那我借助这个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被肯定的其实是 mobile learning 有35%，对，那被贬义的其实是 gamification， 就游戏化的部分只有3%，那这是一个用他的这个研究报告去 mapping， 所以也就是说他把 gamification 退到很前面，我认同。那 mobile learning 呢，基本上是不是只在这个位置？那它还有另外一个表，我等一下会做一些说明。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调查数据，我等一下会说明的时候，它用使用率。不是用认同的价值。那如果以使用率呢，我们看到 mobile learning 是39%，micro learning 是40%。那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以这个 hypercycle 的定义是30% 以上算到高原期，所以如果就这一群专家借助这个大数据的方式 ，Twitter 的大数据去定义，我觉得他们对于 micro learning 跟 mobile learning 给予过低的评价。这2个其实在美国都应该已经算是成熟应用的科技了。好，那对于呢 XAPI， 我觉得他们就过于乐观。好，对，我这边放的这个数字是 I4CP 的研究，这个图这个曲线呢是我刚刚讲另外一个团队他们在对 Learning Cycle Hypercycle 所做的一个定义跟评述。那我用 Speak with Data 去定义这件事情。那回头来看呢，会看到其实即使在使用率 ，micro learning 其实已经超过40%，所以很有趣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表，就是就 so far 来讲 ，mobile learning 不管是在使用率或者在认同度，其实都超过30%，所以它应该已经是一个高原期，就是它已经是成熟了。各位如果在选择应用，其实不用担忧。但是对其他的一些应用，像 gamification 也好，或者像 XAPI 这个主题，可能就是需要再做一些斟酌。好，那我想这个是我大概一开场希望带给大家的这个内容。好，那因为下一个场次就是我就持续就开场以后的第2个场次来跟大家分享。